我们最近呢熬夜熬的实在太多了，老嫂们明显气血不足，姨妈来都不准时了，所以纵然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到底还是对自家兄弟下手了。我搞了一张40多斤的驴皮，寻思在家做点阿胶糕吃，但没想到上来就是逆风盘。这驴活的时候可能一辈子没啥愁事儿，那毛发异常的旺盛，完了还特别不好往下退。我们试了很多工具，最好使的是刮眉刀，但真的太慢了，从天亮刮到天黑，整整12个小时，我们才刚干完第一步。这活算是到现在为止的史上最难了，就别说史上了，我怀疑我祖上都没人遭过这个大罪。然后这驴皮焯完水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反出了一层黑的杂质，而且特别难去掉，就我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，但是在处理驴皮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削都削不动。这比刚才刮驴毛还变态，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让人绝望了。真的，我来到这美丽人世间也1万来天了，我感觉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。就这个驴如果有在天之灵，我特别想发自内心的跟他说一句，咱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，哥们儿。干了一天一宿啊，我们居然刚干完的准备工作。然后《本草中国》里讲，这需要熬9天9夜。然后这驴皮熬到第5天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里没啥活呢，但这2天突发状况太多了，整的人都磨着了，睁眼睛厕所都不上了，就惦着驴皮。然后这些驴皮一共熬出了将近5斤的阿胶，据说加工成阿胶块，这些东西能值上万，但这钱谁爱挣谁挣去吧，我肯定是不挣了。再熬下去啊，阿胶是值钱了，我可能也变无价了。后来这爹成型的时候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整整干了8天呢。从干到吃上，这完全是一个气血对冲的过程。要不怎么说阿胶是熬出来的呢？我发现这冻丝放这儿可太合理了。等这些吃完了，要再想吃，我肯定出去买去。外面卖的最多就是阿胶少、营养少，没啥别的毛病。但要说再让我拿驴皮熬一次呀，那整不好人都给熬没了。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，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，出门还懒得出去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，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儿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，这猪蹄儿采购量有点大，平时收拾几个没觉得咋地，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。我们从燎猪蹄儿开始就火力全开了，给手套都燎着了，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儿才是最崩溃的，这每一个猪蹄儿的脚趾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。不过脱毛这个活吧，干着特别爽，就越干越上头。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，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儿的半成品，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。这烤猪蹄儿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，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，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。这玩意儿磨完了，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。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，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儿。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，屋里就没地方了，那焯好水的猪蹄儿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，然后去厕所里洗肉，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。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。然后猪蹄儿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，就可以去卤泡了。到这会儿猪蹄儿也卤好了，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，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。然后卤猪蹄儿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，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那天洗衣裳它还有机会登场。这个卤好的猪蹄儿经过果木的熏烤，再撒上一层干料，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可太绝了。而且这猪蹄儿烤的特别糯，完了一点都不腻，皮真的是一抿就化，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。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儿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，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儿又装订了一份干料，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，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%的夜市还原度。而且这猪蹄儿不光能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，这再配上2罐肉肉强爽，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厂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必须得用砖炉，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
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。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切，哎呦我！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、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2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但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，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1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，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完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，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2盒烤榴莲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，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的也举不动啊，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1只烤光皮儿，1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